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我一般會選擇向朋友傾訴，因為朋友和我年齡差不多，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題，所以跟他們聊天的時候，我覺得很輕鬆，也很自然。有時候生活中會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，比如學習壓力大，或者工作太忙。如果我一個人想這些事情，心裡會更難受。但是如果我跟朋友說一說，我的心情就會慢慢變好。我的朋友也很願意聽我說話，他們有時候會給我一些建議，有時候只是安靜地聽我說。對我來說，這已經很重要了，因為我覺得有人理解我，支持我。所以，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我很喜歡和朋友聊天，說出來以後，我會覺得心裡輕鬆很多，也更有力量繼續努力。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我最想傾訴的人是我的愛人，因為在我看來，愛人不僅是生活中的伴侶，也是最了解我、最願意支持我的人。生活中每個人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壓力，比如工作上的問題、學習上的困難，或者對未來的擔心。有時候這些事情如果一直放在心裡，人就會越來越焦慮，甚至會影響自己的情緒和生活。這時候，如果我能和愛人好好聊一聊，把自己的想法和煩惱說出來，我就會感覺輕鬆很多。因為愛人非常了解我的性格和想法，所以他常常能夠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，給我一些很有幫助的建議。當然，有時候我並不是一定需要一個解決辦法，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認真地聽我說話，理解我的感受，而愛人通常會很耐心地聽我說，這讓我感到被理解，也讓我更有勇氣面對困難。對我來說，困難並不可怕，因為當我知道身邊有一個人願意陪着我、支持我，我就會覺得更有力量繼續努力。所以，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我最願意向愛人傾訴。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我更傾向於和自己對話，也就是向自己傾訴。因為在我看來，人最需要理解自己的人，其實就是自己。在生活中，我們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，比如工作上的壓力、人際關係的困擾，或者對未來的不確定。有些問題其實很複雜，並不是簡單的和別人說一說就能解決的。這個時候，我更喜歡給自己一點時間，安靜下來，好好思考問題的原因。當我一個人安靜地思考時，我會慢慢地整理自己的情緒，也會更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本質。有時候我會寫下自己的想法，有時候只是靜靜地反思。這個過程其實就像是在和自己聊天，讓自己慢慢冷靜下來。當然，這並不代表我完全不和別人交流，而是我覺得在真正向別人傾訴之前，先學會和自己溝通是很重要的。因為只有當我們真正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時，才更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。所以對我來說，向自己傾訴是一種很重要的方式。它不僅能讓我更好地理解自己，也能讓我在面對困難時變得更加理性和堅定。